新竹新丰海岸被非法弃置炉茶和集成灰超过20年，至今还没有清除干净。高额的清运费用将由谁买单？这片海岸何时才能恢复原来的面貌？带着创伤落入人间，这些黑熊只能在笼舍里过一辈子。在有限的圈养环境，如何改善它们的身心健康，让它们好好度过余生？与大社工业区做邻居40多年，附近居民期待政府兑现承诺，如期降编乙种工业区，转型为无烟囱低污染的产业。他们等待多年的愿望能实现吗？又有哪些转折呢？希望今天市府都委会做出的决议，能够落实多年前的承诺，把工业区降为乙种工业区，并迁厂，还给大社跟所有的高雄人新鲜的空气。拜托委员，拜托一下，拜托一下。希望大社可以降一边，当地的自然风险太高了。谢谢。健康风险，危害居民健康，至少还死亡很多。到最近这几天，昨天前天都大量偷排，味道非常浓。希望今天就这样一边，谢谢。好，谢谢，谢谢。那边就有看到了，对。阿姨，你讲你带这要50吨啊？哎，对，40几吨啊，哎，带40几吨啊。阮这大家这多人带40几吨啊。哦，那边烟囱，对，这边那烟囱啊，就这么近的烟囱啊，当外泄出来的话，我们一定是会最前线的受害者。那个震动到我们的玻璃都砰砰砰都破掉。一出门，不远处的烟囱是陈凤美家门口40几年来不变的风景。从工业区设立之后，高雄大社就开始维持这样的面貌。1970年代，台湾正值第5期经济建设4年计划，为了提供石化工业充分的生产原料，中油在高雄炼油厂新建2轻，经济部工业局因而在1975年主导开发以中下游石化产业为主的大社工业区，从此和台塑仁武厂、仁武工业区等毗邻而居。大社工业区占地约110公顷，目前区内包含11家厂商，主要产业类别为化学材料、化学制品以及机械设备的制造。不过，近半世纪以来，大社工业区在拼经济的同时，也发生过多次毒气外泄、工厂爆炸以及环境污染事件，造成邻近居民反感恐惧。主槽盖被炸得四散在厂区当中。头顶的部分哦，连续拢要扣起来啦，所以讲迄个哦，因为家己电源哦，像爆出去迄个部分会飘有较远小可啦。这个爆炸也点燃了厨槽内的沉状塑胶，引发了大火，并冒出大量浓烟。消防队据报之后，就是介最严重的，就是伊爆炸，嘣一声做大声，然后呢，迄厝的迄落个嘛拢玻璃破的，哦，几乎啊，对，较附近的较落个，就是有人怀孕的，伊就流产，个人得到重大的疾病。1993年4月，大社工业区再次排放不明气体，让周界住宅笼罩在一片白茫雾气中。当时呛浓的异味造成多人呕吐、昏倒。片的味足臭安尼，我就赶紧啉牛奶啊！迄敢若讲拢闹拢伫打油，迄嘛足严重，闹着打油。好，一直食茶，一直食茶，一直食牛奶。长期受污染威胁的居民找不出排放气体的祸首，最后在民意代表的带领下，发起围厂抗争行动，不但封锁工业区对外3条主要道路，造成工厂生产停摆，更要求厂商必须尽速迁厂，以除后患。阮去抗议，结果抗议嘛无成功啊！抗议叫伊袂当爱刷走就对啊，嘛无成功安尼啊，嘛无刷走，嘛照常个愈去愈落，迄边个有一间哦，足毒的哦。有几啊遍拢是爆炸，
哇，大除气槽大地铁片铁板，飞去几啊百公尺，砸在民宅的前面，包括发生他们内部的气爆，造成员工的死亡。李明从年轻就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对当年围场抗争后，在高雄国宾饭店召开的那场官民协调会记忆犹新。高雄县大社工业区环保纠纷，因为经济部长江炳坤的南下协调有缓和的趋势。江部长首先对过去2年来工业局承诺建绿带和监测系统没有按照时间完成，对乡民代表表示诚挚的歉意。出来认真，甲大家参详，甲道歉，凡是啊小小的代志就解决掉。今日当甲今晚，这是我的社会，证明我的人，我的不是假。经2个多小时才谈到迁厂问题，江部长一再重申，10年内迁厂不太可能，因为要配合25年后的5轻计划。不过对污染防治要严格的要求。你违反，我照法规定来处理。法规定要是说违法到非关厂不行，非停工不行，厂商愿意接受这个处分。江部长并要求。最后，在这场协调会中，中央与地方达成协议，在经济部长江炳坤的承诺下，确立大社工业区内各厂未来应确实遵循环保法规，并应配合中油高雄炼油总厂5轻迁厂计划，在2015年之前一并迁移。迄阵我就甲江部长讲，我今仔26、7岁哦，25冬后我是54、5岁哦。我甲江部长讲，假使讲25冬后我54、5岁，我也无死的话，我是等你会到。今仔日最后的一日12点过，就是咱的时间，1分钟阮也袂困扰伊，1分钟阮嘛无通互伊。9、8、7、6、5、4、3、2、1，就来2015年，当上游的中油5轻已在后进居民的欢送下如期关厂。伫正手边这球形槽，这油槽全部拢已经腾空啊！哦，这球形槽内底拢空的嘛。中下游的大社工业区却依旧维持生产状态。我甲江部长讲话爱算话哦，结果呢，各位，阮等25冬也是一场梦，一场空嘛。经济部工业局自1977年起，在工业区内设置污水处理厂，采用活性污泥方式委外处理厂商制成产生的废水，并将处理后的废水全数海放。也在1993年后设立环境监测中心，在工业区范围内42处安装周界气体侦测器，希望能在污染不幸发生前达到预警的效果。公安侦测点设置的话，除了是针对他们的制成的类型之外，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针对一些比较特殊，或者是对环境、对人体这边会比较有害的或健康有影响的这些，我们来进行做一个架设。因为它这个东西像摄影机一样，它可以调整它的焦距，然后就会让影像变得比较清晰。那如果你发现有泄漏的话，它会感觉像在冒烟。工业区内各厂也逐步添购新型监测设备，改善管线气体外泄问题，以确保人员安全与符合环保法规。每个月都会开一次安卫促进会，大家就会把最新的一些环保的讯息、政府的管制措施，还有例如说工业局啊或者什么的一些管制的一些方向，甚至最新法令的一个更动的草案的一个方向，我们都会互相做个沟通。高雄市环保局则持续加严有机挥发气体管制标准，希望能将工业区造成的空污风险降到最低。我们对这个所谓的石化产业的 VOC 的管制标准，从早期全国的10000 ppm 降低到2000 ppm， 甚至最近我们在提了一个新的管制标准，希望能够降低到1000 ppm。好，我们出发了哦。但是当地居民长期与大社人武工业区和区外众多石化厂为邻，即使政府提升污染监测技术，还是没让他们摆脱有毒废气的侵扰，所以只好自力救济。住在石化厂周遭的楠梓区居民，就曾因为无法忍受居家环境的空气品质，
组成一支自发性的空污巡守队。我们的巡守都是针对晚上差不多9点开始到11点，到11点，差不多5、6个，就是整个工业区在那边绕，闻闻看有什么味道。真的一个臭鱼仔味有啊，臭卡小味啊。如果有发现有味道的话，就马上打电话，请那个环保局过来这边采样。目前的情形还是采样的速度是太慢了。等他来到这边的时候，往往半小时，最快半小时。那空污有时候没有办法等那么久，有时候甚至1小时，或者说盖更久的时间。那更久的时间，这个污染就扩散掉了。下雨天哦，上好白。下雨天也是迄个歹天也上来放出来，好拢闻到臭味，暗时啊，嘛拢闻到呢。嘿啊，我就赶紧拿窗口关起来，安尼啊，嘛是袂个法度。根据大社环境守护联盟的统计，从2018年1月至2019年2月，工业区内厂商受环保局裁罚的总数共达57起，当中针对空气污染裁决的则有40起，占绝大多数。从环保署的监测资料来说，其实还是有超标的情况发生。然后从市府的裁决资料来说，开罚的记录来说，我不认为说它所谓的提升已经达到了我们可以安心的及格边缘，我不这样认为。大概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支气管扩张剂？大概就觉得气管收缩的时候会有感觉，然后会有那个喉咙会有咻的声音，很明显。从事补教业的江文宏是土生土长的大社居民，每天接触大量大社学童的他，不难观察到当地的孩子多有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就连本身和女儿也无法幸免于气喘的束缚。我接触到的很多家长的小朋友，他们也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比例真的很高，就是1个礼拜、2个礼拜咳嗽都没有办法好。根据地球公民基金会统计，北高雄距离工业区州界3公里内的国小至少有29间，大约28000名学童因工业区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在高健康风险的环境下就学。它那个管线上面都是石化原料。那石化原料经过这个管线的时候，它可能会从管线的哪一端泄漏出来，那个泄漏出来都是我们在讲的有机挥发物。这个 VOC 一旦泄漏出来，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可是它吸进我们人体，它一定是有害的。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南洋国小，每个月都测到30几种有机挥发物，那个其实对身体都不好。还有我们现在站在这边，味道非常的重，非常明显。你更不用说这个离那边那个住宅只有120公尺。对他们其实健康影响都很大。根据工业局2013年委托成大团队所做的人大工业区邻近区域居民健康风险评估报告，可见工业区内所能侦测到的 VOC 包含苯、1,3丁二烯、环氧乙烷等一级致癌物，这些都可能是造成白血病、淋巴造血系统疾病的潜在因子，尤其对孩童而言，是更具影响力的致命伤。看到致癌风险里面非常显著，就是在大社跟仁武区的交界这一带，其实是有很明显的超过10的负4次方的致癌风险。再往外一点扩散，这边是超过10的负5次方的致癌风险。那其实这个大概都是已经超过一般来讲国际上可接受的这种10的负6次方的致癌风险的10倍到100倍这么多。有跟先生提过说，如果我们自己有能力可以搬离开这边的话，我会希望能够搬离开。对，我觉得还是对小孩子的健康，我觉得也不只是对小孩子的健康，对小孩子健康当然是最大的疑虑，毕竟他还那么小。然后一方面我也担心我们自己大人的身体状况。我希望呢，该污染的也污染够了，该捞的也捞够了，该赚的也赚够了。全体的居民在附近的居民忍无可忍，我
郑重一句话：大社石化工业区滚蛋！2019年3月22日，高雄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第73次会议召开，除了多位委员及列席单位代表齐聚一堂，更有不少大社居民、环团及厂商代表一起到现场等待当天的决议。大社石化工业区的问题绝对不是只有影响到大社，在高污染的季节，它就是楠梓、大社、仁武、左营、三民、鸟松、鼓山这些地方的上风处，它会影响的不是大社3、4万的居民，而是这里加起来50、60万甚至更多70、80万的居民的健康。基于这个是82年经济部的一个会议的承诺，另外87年以前高雄县都市计划书的规定也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决定朝同意变更为乙种工业区的方式去办理。那这个案子后续还得提到内政部都委会去审议。1998年，内政部核定大社都市计划规定，同意照专案小组建议，通过让大社工业区于2018年前由特种工业区降编为乙种工业区。这也就表示，大社工业区中多数业者应在期限前转型为无烟囱、低污染、较无公共危险的产业，或者完成迁厂。护劳权，护劳权，顾环保，顾环保，拼经济，拼经济。你还讲我那边，你边没边，你边嘛到边好。要加重，要加重，护劳权，护劳权。厂商联谊会与劳工工会共同主张，让大社工业区从特种工业区降编为甲种工业区即可，以维持区内多数有烟囱的厂商能够继续生产。我希望不要把我们降编嘛，你降了编，我们势必就是关厂啊。这些从业人员大概大家都每个人都有家庭嘛，大概会出现很多的社会问题，还有他的包商，他也是有很多家庭啊，他也可能会影响到很大。针对大社工业区的降编与转型期程，经济部曾回函时代力量党团，如果直接将大社工业区从特种降编为乙种，会造成厂商无法扩建，降低他们长期以来培养出的产业竞争力，而面临倒闭危机。所以建议让大社工业区先变更为甲种工业区即可。我们大概还是会站在整个环境以及产业这个共存共荣的这样的立场来持续来辅导我们的厂商朝向这个高质化、低污染、高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方向啦。25年的承诺其实是在更早之前他就得要规划，而不是25年已经到了你才开始在规划这件事情，这样以便会有产业转型的问题。那你们的时程表是什么？甚至是迁厂，那你们的时程表是什么？我希望是因爱迁走，因若无迁走对阮的这的居民、大家生命财产嘛是拢受到威胁，因为它什么时候要爆炸，你都唔知呀。政府在都市区划这件事情上已经做错了，那但是你至少降乙编，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做一些污染防治，然后也可以去思考说这个地方真的不适合再继续做石化产品了，那可以考虑产业该转型了。降编决议还需等内政部进一步确立，而现阶段确实的环境监测与资讯公开和各领域共同商讨出的产业转型方针，势必成为高雄石化工业未来走向的关键。